一个牧者，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有太多的人要关心，有太多的计划待执行，有许多的意向使命我们要确定。所以如果长期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优先顺序，很难区别轻重。既然无法区别轻重缓急，我们就会乱了套。而做这一行的，或者我这样讲吧，就是作为牧者啦。我为什么说做这一行呢？因为有的人还真把它当成一行在做。其实我们是生命的投入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先后顺序。我长期是用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6节来劝勉尼希米的牧者们。我要我大部分的同工背下来这个顺序，在我们生命的服事的优先顺序里面，第一是神，第二是我们的家人，第三是教会的同工，第四是其他弟兄姐妹，第五才是教会的事工。一是神，二是我们的家人，三是我们的同工，四是弟兄姐妹，五是教会事工。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反省我们自己，或者我看到许多牧者的表现，好像正好倒过来，我们会认为教会的事工一定要完成，不惜让弟兄姐妹累坏了。我这样讲，当然不是你的故意，而是结果变成这样。我们要把福音传开，我们要把这个工作做起来，我们要达成这个目标，因此弟兄姐妹就受了伤。而我们不仅把教会事工放在弟兄姐妹的前面，我们还把弟兄姐妹放在同工的前面。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：如果教会正好同时有一个同工生病了住院，另外一个是弟兄姐妹也生病住院，你都必须去探访。我请问你先探访哪一位？你放心，我猜得到，先探访弟兄姐妹。原因是他比较软弱，他比较需要。同工们我们比较熟，放着没关系，迟早我会去看他，他也理解我，我真的很忙。你看，我们又把弟兄姐妹放在同工的前面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不仅把弟兄姐妹放在同工的前面，我们还把同工放在我们家人的前面。许多做牧者的，他最少的时间拿来顾他的配偶、儿女、父母，他没有在照顾他们。他的理由我们也不能说错，他说上帝会照顾他们。他说你看彼得服侍耶稣，耶稣就去服侍彼得的岳母。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解经是谁教我们的，可是深植人心。所以许多传道人花时间照顾同工，却不花时间照顾家人，以至于儿女出问题，以至于夫妻状况不好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一个笑话，但也是个真实的事。就是有很多的师母、牧师的妻子跟先生说，我宁愿做你的会友，不要做你的妻子，因为会友还可以请牧师来探访，但是我作为你的妻子，你根本就没有探访我。我要跟你讲话，你说你太累了，可是弟兄姐妹打电话进来，同工约了，你就跟他们谈，我跟你约根本约不到。如果我们冷静想清楚一点，其实我们是挑容易的去做，挑有果效的先做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那是因为我们挑容易的去做，挑有果效的先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工是最容易达成的，因为事工没有人的问题，事工只是把它做完。而弟兄姐妹比同工更容易感恩。你要知道，牧者去看同工生病是你的责任，牧者去看弟兄姐妹生病，弟兄姐妹好感恩哦。哇，牧者来看我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都是挑容易的做，有果效的做。
我们在所有的关系、所有的事当中，我们没有仔细想清楚，我们没有排清楚顺序，我们就看同工，有的时候是不得不去看弟兄姐妹，我们很热情，甚至有的人还更等而下之，他去看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懂得感恩，同工就认为那是你的责任，但比起家人来，我们还花更多的时间在同工身上呢，天天跟家人在一起，我们总有机会的，我自己是认为不一定总有机会。有一天孩子出状况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有机会。我有很多的牧者，我所认识的，他跟他的孩子很难有关系，他的孩子已经不理他了。也有很多夫妻感情很不好，但是又不能离婚，你不觉得这个牧师很可怜吗？最后，我们总是行有余力，才来处理自己与神的关系。我跟你保证，你只要做了牧者，你这一辈子行无余力，你也不用想你要跟神有好关系了。